大家好，我是李淑慧，我是兽医师的老师。上次我们谈到 COVID-19， 它为什么会造成人类大量的死亡？是因为 COVID-19 会造成肺脏严重的一个伤害，然后引起很多的并发症。那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鸡只，鸡只的呼吸道疾病，在鸡只来讲其实是更重要，因为它的解剖生理学上的构造，鸡只的肺脏是固定在肋骨的。另外更重要的是，鸡只其实并没有肺泡的组织，它只有初级支气管、二级支气管跟三级支气管。那鸡只是没有汗腺的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它是靠呼吸这样的一个潮气量去散发它的热能。以人来讲，人1分钟的呼吸次数是12到20次，但是鸡只却到22到25次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鸡只静静在那个地方，其实它是偷偷的去用呼吸的方式去散它的热。那所以我们就要谈一谈，什么样的疾病会导致鸡只呼吸道的一个严重的受损呢？这几年饲养蛋鸡的业者其实是很辛苦的，因为蛋鸡的产蛋率是下降的。那我们从一个官方公告的数字来看，2018年台湾饲养蛋鸡的数目是多了2017年的40万羽，可是每一天在市面上我们产的蛋却少了3000多箱，所以造成蛋价飙涨。其实主要的目的是缺少鸡蛋。那养蛋鸡的人有赚到钱吗？其实并没有。那在这个部分，我们用2019年来看，多养了170万只的鸡，蛋却只多了3200箱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其实很多人都把这样的一个罪责归给了禽流感，归给了新陈病。可是大家忽略了，在鸡只身上一个隐形的杀手是传染性支气管炎。这样子的一个隐形杀手，它一直都在。可是，在以前如果没有气候的一个变化，没有一个很大的紧迫的时候，它是会被忽略的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去年开始气候的变化是非常大，尤其是在屏东这样的一个从来没有冬天的环境下，也有了寒冬。这样子一个冷紧迫，对鸡只来讲，其实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隐形杀手。所以，我们饲养鸡只怎么样我们可以赚钱？当然，最重要的就回到我们第一段讲的勤洗手、戴口罩。那怎么去勤洗手、戴口罩？不要忘记了，现在科技非常发达，有很棒的 IB 的疫苗。怎么去选择正确的疫苗，配合正确的生物安全的防护？我相信是我们所有养鸡的朋友最重视，而且也最在乎的。我们来讲一下鸡只的冠状病毒。IB 这个病毒进入了鸡只的呼吸道，它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伤害？其实，如果鸡只的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是健康的、是健全的，那些病原性不强的呼吸道的感染的病菌是不会进入鸡只体内的。但是有了 IB 之后，它就会破坏第一道的防线，然后让这些2次感染的病原菌，类似 Mycoplasma 还有 E. coli， 它就会长驱直入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严重的 CRD 或者 CCRD 的病变，大家都只看到结果，忽略了原来其实潜在的是 IB 造成的一个很深大的一个影响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那家禽的呼吸道的疾病其实是鸡只最重要的疾病之一。那传染性支气管炎的病毒是鸡只一个隐形的杀手，它会破坏鸡只呼吸系统的免疫防御的机制，进而造成鸡只受到2次病原或细菌的感染而致死。那我们台湾养鸡的朋友是台湾人民最重要的防疫英雄。怎么做好疫苗的保护措施，是你跟我们共同的责任。让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鸡只的健康，以及守护我们的养禽场的最好的一个利润。